1999的每个版本都有一张宣传图，这张图片是按照电影海报的规格设计的。我很佩服他们把海报设计成这样。我佩服的不仅是这些海报设计得很好看，还有为了把海报设计成这样，他们所取舍掉的东西。因为不管是以电影海报的标准，还是以一个2游版本宣传图的标准，这些设计违反了当今数字传媒的很多原则。大家好，这里是蒙达里昂，今天我们来聊聊1999的版本图以及电影海报。我们先来聊聊这些海报为什么好看。我重点要讲的是配色。海报的一些设计细节可能不太容易发现和理解，但颜色的使用是任何人都可以直观感受到的。人对颜色的感知是一种生理反应，特定的配色就是会引发观众特定的情绪。比如冷色调中的蓝绿色，冷色通常会让人平静下来，但蓝色的平静和绿色的平静是截然不同的气质。蓝色调通常传达出冷静、忧郁、科技、未来的感受，经常用于科幻片和剧情片，但并不是所有的科幻片和剧情片都使用蓝色调。蓝色调经常会用于表达一个主题，那就是孤独感。1999里2张典型的蓝色调海报， 2.7 是科幻片， 2.4 是剧情片，而共同的主题是孤独，人类至于浩瀚宇宙的孤独，以及背井离乡的孤独。而绿色则是另一种气质，绿色通常传达出神秘、压抑的感受，是恐怖片的常用颜色。1999里2个恐怖片主题的夏火版本都是用的绿色调，而且这2张海报都用了红色去配绿色，而且颜色的饱和度都比较高。这是一个非常魔鬼的搭配。如果你从这2张海报里看不出这个配色有多魔鬼的话，那让我更直观的给你演示一下。现在屏幕上的文字是黑字白底，看上去很正常。我们把文字改成绿色，依然比较正常。然后我们把背景改成红色。我就问你，你看瞎了没有？红色和绿色在色轮上是互补色，本来是和谐的，但如果饱和度比较高且大量使用还没有过渡的话，在视觉上会造成严重的拉扯。这是一种不和谐配色，就像音乐里的不和谐音，它就是让你难受。而这就是恐怖片想要传达的，它就是想让你感到不舒服、诡异、刺眼、有问题。讲完冷色，我们再讲暖色。暖色里橙黄红是用的比较多的，这几个都是很活泼的颜色，通常用于一些快节奏、气氛活跃的电影，比如动作片、喜剧片、冒险片。1999里用到暖色的版本也有类似的特质，比如 1.5 的运动会、1.3 的《丫丫历险记》、2.5 的唐人街探案。唐人街的这张海报同样有大面积的绿色，因为 2.5 的剧情带有悬疑和超自然元素，所以用了和恐怖片相近的配色。但这里的红色更接近橙色，所以没有恐怖片那么严重的诡异感。而且这个橙色是70年代流行色，菲林身上的衣服就是这种颜色。暖色里有一种颜色很特殊，那就是金色。金色在设计上是很难驾驭的一种颜色，因为它在视觉上非常突出。通常金色只会用于点缀，去突出你想强调的元素。比如 1.3 的这张海报，这里使用了金色去突出标题、星星和图案轮廓。通常你很少见到金色被大面积的使用，但是1999里有一张海报，它长这样。这应该是1999里我最喜欢的一张海报了。我们来看一下这张海报是如何处理如此大面积的金色。首先是添加了很多线条、图案和纹理，各种不同的纹理、纹路拼接铺满了整个画面，那画面带有立体感和磨砂感，让金色的金属感更加柔和。你可以在很多皇室的纯金器皿里看到类似的处理。密集的纹理可以降低金属光泽的廉价感，使得光感更加稳重高雅。由于使用了大面积的金色，如果再使用其他花花绿绿的颜色，会让画面变得非常混乱，所以这里只用了纯黑色做搭配，足够高的对比度，足够简洁的色块，跟密集纹路的金色背景搭配，平衡了画面的光感。这个设计有点像盖茨比的海报，画面铺满了大量金色，搭配纯黑色做对比，中间盖茨比的黑色西装融入黑色背景，变成一个简单的剪影。在这张海报里，旁边那些穿得花花绿绿的角色都没有中间纯黑的盖茨比显眼，就像这里的伊索尔德，纯黑色的剪影，背后的拱门把它框起来，形成绝对的视觉重点。下方护栏处嵌进了由古典英文衬线字体写成的海报标题，整个设计就像是用一整张金箔把这张海报给雕刻出来，观感十分惊艳。而海报所传达出来的主题也跟盖茨比的这张海报如出一辙，都是雍容华贵、光鲜亮丽的表象之下，深陷于黑暗之中的主角。目前我举的所有例子，除了 1.7 的那张特殊的金色海报，其他全是活动版本的。那主线版本的海报呢？你会发现主线版本的海报大多是偏黑白灰的中性颜色。1.4 的海报背景是蓝色，但整个画面是偏灰白的中性色调。3.0 的海报有红色点缀，但整体是偏黑灰色。
可能只有 2.2 的海报是偏彩色的，但其他大部分主线版本的海报都是黑白灰的中性色调。中性色的海报经常用于文艺片、历史片或者一些意识流电影，用于传达严肃的观感。由于色彩的缺位，海报的主题就更多由构图来传达。最基础的构图就看它是不是对称的。1.4 的这张海报是对称的，对称构图通常象征理性和秩序，但也代表限制与禁锢。这张海报里的环形建筑看上去就有点像牢笼，而非对称的构图会有一种不稳定感，比如 2.8 的这张传达出紧张与冲突的感觉。这里用的实际上是对角线构图，分割线在这里，切割完之后上方的重量感要强于下方，会有一种下坠的感觉，有一种堕落的隐喻。 3.0 的海报也是非对称的，但跟 2.8 那张不一样，这张画面的重量感是平衡的。这张构图的重点在于层次，前景的花朵，中景的人物以及远景的风车。这种分层的设计经常用于表达时空错位，与记忆、回忆有关，或者表达人物内心的割裂与挣扎。另一张重量级的海报 1.9 的孤独之歌，这张很有意思，3个人物处于3个不同的形状里，三角形这里是维尔汀，背后是代表海岛的柱子，正方形这里是卡卡尼亚，背后是代表维也纳的画框，圆形这里是露西，背后是代表拉普拉斯的齿轮。这3个形状在神秘学里有不同的含义，三角形代表的是精神无限，正方形代表的是物质秩序，而圆形代表的是永恒与和谐。这几乎对应了 1.9 剧情里的3条故事线，海岛在感性中超脱，维也纳在理性中崩溃，而拉普拉斯走向了永恒。当今电影行业在设计海报时有一个原则，那就是海报最重要的功能不是告诉观众我们要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，而是告诉观众我们请了哪个明星。我没有开玩笑，这个业内叫浮头综合症。你会发现现在的电影海报基本就是各种明星的大头贴，要么就是一群人。因为现在是数字媒体时代，没有多少观众会有耐心去仔细看一张海报，看你设计了多少细节。0.5秒的时间内你吸引不了观众，就会被划走。而最能吸引注意力的永远是人脸、明星，甚至部分影响力比较大的明星会在合同里明文规定，我的脸必须在海报上占据多大的篇幅，我的名字字号必须大于多少。很多时候制片方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举个例子，电影武侠的海报前前后后更改超过100个版本，导演陈可辛选了这个版本，但最后院线选了这张。但你怪不了电影院，人家是要赚钱的。这个是好看的设计，而这个是正确的设计。我们讲回1999的海报，这些海报都是复古的概念性海报，更注重艺术性和内容传达。当然，以1999的年代设定，用这种设计也是理所当然。但问题是，这些不是放在游戏里的图片，它是游戏外宣发用的版本宣传图。1999的这种设计，在当今数字媒体会损失多少点击率，你们可能没有概念。而哪怕是0点几的点击率损失，背后也全都是白花花的银子。广告行业雇了一堆高材生，在 CBD 办公楼里没日没夜的加班，就是为了提高这0点几的点击率。这也是当今做内容的无奈，很多时候审美总是被牺牲掉的那一个。我们活在一个越来越规整的世界，标准化、效率、整齐划一。超市里每天都有新鲜且量大的蔬菜，但蔬菜的味道却越来越淡。每年都有大量的游戏上线，但好玩的却没几个。所以当你看见有人依然在坚持做一些很独特的东西时，你总是会受到鼓舞。这提醒你，你不只是活在一个庞大机器批量化生产的世界，这个世界有更多的色彩，也有更多的可能，有不止一种的正确。